娘子进门。穿成这样，知道的是你媳妇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办庙会呢，可不是嘛？婆婆穿的比新娘子还红，小姑子那裙子比新娘子还扎眼，这哪是娶媳妇儿，这是给下马威呢。小啊，来了，快进来吧。妈，她那裙子也太夸张了吧，跟蛋糕似的。小，你今天真好看。敬茶。妈，请喝茶。小啊，进了我们赵家的门，就得守赵家的规矩，以后这个家我说了算。妈说的对，不过妈，我出嫁前，我奶奶教过我一句话：婆婆穿红是喜庆，媳妇穿红是规矩。今天您穿的比我红，我奶奶要是在，肯定夸您懂规矩。嫂子，我妈穿什么还要你管？小梅，你这裙子真好看，梅总色显白，你穿正合适，就是跟我那件敬酒服颜色差不多。咱俩站一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也今天出嫁呢。小啊，你婆婆可是村里有名的能干人，你以后可得好好学着点儿。舅妈说的对，妈确实能干，我嫁过来之前就听说了。不过舅妈，我听说当年舅妈嫁过来的时候，我舅姥姥也是村里有名的能干人。舅妈您学的怎么样？小嘴真巧，会说话。谢谢姨夸我，我嘴再巧也不如姨心善。姨当年嫁过来，婆婆卧病在床，姨端屎端尿伺候了3年，村里谁不夸？我要是有姨一半孝顺，我妈就知足了。小，你以后要好好孝顺我。我养国强不容易，你一个初中毕业的，能找到国强这样的，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妈，您放心，国强孝顺您，我肯定跟着孝顺。您养他不容易，我知道，我爸妈养我也不容易，所以国强以后也得孝顺我爸妈，您说是不是？那是当然。妈，您看我这杯干了，您随意。小，今天我妈和小梅穿的是有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国强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妹以后嫁人，我也穿一身大红去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觉得不合适，那你妈和你妹今天做的就是不合适。我嫁的是你，不是你妈。你对我好，我加倍还你，但你妈要是想压我一头，我不会忍着。你妹要是想骑我脖子上，我也不会惯着。国强，我不是要你跟家里闹，我就是想把丑话说前头，咱俩好好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但你妈要是3天2头找事儿，咱这日子没法过，你说是吧？行了，去洗把脸吧，今天你也累了一天。妈，嫂子说她不会忍着，还说不会惯着我。嘴皮子倒厉害，她刚进门还没站稳脚跟呢，等回门那天，看我怎么收拾她。妈，嫂子今天在酒席上那些话，亲戚们都听着呢。咱要是回门再为难她，别人会不会说咱家？你懂什么？新媳妇进门不压住她，以后这个家谁说了算？小啊，都几点了？新媳妇头一天就不起床，传出去让人笑话。你是新媳妇儿，我当年嫁过来，第2天4点半就起来生火做饭。妈，炒几个菜？炒什么菜？早饭粥就咸菜。你切的那叫丝，跟筷子似的，切个咸菜都切不好，以后怎么伺候一家人？妈，我确实切得不好，所以小梅嫁人以后，您可得提前教她切咸菜，省得她在婆家受气。嫂子，你扯我干什么？我说的是实话，妈手艺这么好，你不学可惜了。这粥怎么这么稀？妈，米是您放的，水也是您说的量，您觉得稀，明天您自己放米。嫂子，你跟妈说话什么态度？小梅，我刚才哪句话态度不对，你说出来，我改。吃饭，哪儿那么多话？小啊，这些衣服你今天洗完，手洗，洗衣机坏了。妈，我有个事儿不太懂，公公的衣服我洗合适吗？村里人知道了会不会说咱家没规矩？那把你和你小姑的洗了。妈，小梅的内衣也在里面，内衣得分开洗，不然不卫生。您要不单独弄个盆？小梅的让她自己洗。那也行，妈，那我先把这些抱去洗了。您看还有什么活？扫院子，里里外外都扫一遍。
行了，下午去地里拔萝卜，你跟我去。行。小，你下午不跟我去拔萝卜了，你在家把被褥拆洗一下。好的，妈。妈，被褥我洗，但我想跟您说个事儿。我下午想去镇上看看有没有活干，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出去挣点钱也能帮衬家里。小说的对，出去挣点钱也好。你刚嫁过来就往外面跑，村里人会说闲话。妈，我出去挣钱，又不是出去玩，谁要说闲话，您就回他，我儿媳妇能干，给家里挣钱，他们只有羡慕的份儿。那你先去镇上看看，不行就赶紧回来。好，谢谢妈。你顺路给你娘家捎回去，刚嫁过来不能空手回去。妈，您真有心，我替我妈谢谢您。不过妈，我爸妈说了，我嫁过来就是赵家的人，东西不用往家里带，您留着给小梅补身体吧。你今天去镇上看了吗？看了，有家服装店招人，我报了名。你真要去啊？挣钱是好事，你妈不会拦的。那回门的东西你准备了没？准备了，2瓶酒，1盒点心，1块布料。我妈说明天不让我跟你回去。国强，我不是非要你去，但你要是不去，你在我娘家那边抬不起头，你自己想清楚。嫂子，一个人回门啊？村里人看见了，还以为咱家不待见你呢。小美，你这话说的对，所以我得走快点，省得别人看见了，以为你和你妈不懂礼数。小啊，你等等，妈跟你说，回门的礼品妈还没来得及准备。妈，没事儿，我准备了。那你先走，我让国强待会儿去找你。对了，妈，我爸妈问起您，我怎么说？说您忙的连回门礼都没空准备。妈，我跟您开玩笑呢，我会跟我爸妈说您身体不舒服，国强在家照顾您，他们不会多想的。小，我来了，我自己非要来的，我妈拦不住。国强，我不是非要你来，但你要是不来，你在我娘家人面前抬不起头，你自己想想。妈，嫂子今天那话是说咱家不懂礼数。这才刚进门就敢跟我顶嘴，他不是要去镇上上班吗？我倒要看看他挣了钱是交给我还是自己藏起来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哟，还知道回来？这都几点了？全家人等你一个吃饭。妈，以后别等我，我下班晚，你们先吃。那当然，等你饿死全家。你上班挣钱是好事，但不能耽误家里的活。明天早上早点起来，把衣服洗了再走。妈，我每天早上6点出门，5点半就得起，再早我怕吵着您和爹睡觉。你起你的，我们睡得沉，吵不着。行。妈，嫂子，你一大早叮叮当当的，还让人睡觉吗？小梅，妈让我洗衣服，你嫌吵，你跟妈说，让我下了班再洗。你看看你洗的，这件白衬衫领子还是黄的，这叫洗衣服。妈，我重洗。重洗？你明天不上班了？我早起一会儿。哼，你每天起那么早，吵得全家睡不好。小梅今天跟我抱怨了。妈，那您说怎么办？衣服要洗，班要上，觉还要睡，您给我出个主意。要不这样，衣服我下了班回来洗，晚上洗，不吵你们睡觉。晚上洗？黑灯瞎火的，你洗得干净？院里拉个灯就行，电费从我工资里扣。嫂子，你们店里是不是就你一个人干活啊？天天加班，也没见你多拿多少钱。小美，你下个月不也要去镇上打工吗？到时候你天天加班，嫂子也让妈给你留剩菜，你乐意？小，你怎么跟小梅说话呢？妈，我说错了吗？小梅以后也要上班，也要加班。咱家要是天天给加班的留剩菜，那小梅回来也得吃剩的。我这是提前替她想。妈，小说的没错，她加班是为家里挣钱，咱不能天天让人家吃剩的。妈，这个月工资320。妈，我跟您商量个事儿，这钱
我留20买针线和日用品，剩下300全给您。你的钱就是家里的钱，还要留什么？妈说的对，但我在店里上班，中午得吃饭，店里同事都是买着吃。我要是天天带馒头，人家还以为咱家吃不起饭，您说是不是？妈，20就让他留着吧。装什么好人？小梅，你这件外套多少钱买的？50。怎么了？哦，那你1个月零花钱是多少？嫂子1个月只留20，是不是挺会过日子的？让他敲，谁让他天天回来这么晚？妈，天这么冷，我说了不准开。你怎么进来的？妈，院门插上了，我敲了半天没人应，我怕您和爹出什么事儿，就翻墙进来了。下次您别忘了个开门，摔着我没事儿，摔着您就不好了。妈，嫂子今天翻墙进来的，村里人要是看见了，还不知道怎么传呢。他不是在镇上上班吗？我倒要看看他能折腾出什么名堂。小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我就是想让你妈知道，我不是好拿捏的。听说了没？赵家那新媳妇儿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黑透了才回来。她婆婆说问她在镇上干什么，她也不说清楚。不能吧？人家不是在服装店上班吗？上班谁知道呢？一天到晚不着家，钱也没见往家拿多少。前2天还有人看见她翻墙进院子，这像什么话？婶们，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小啊，今天回来的这么早。婶儿，你这针脚是真匀称，我妈要是纳鞋底儿，肯定没你手艺好。婶们，我刚才好像听见你们在说我。婶们，我知道村里有人传我闲话，我也不问是谁传的，我就是想跟大伙说清楚，我在镇上邮局对面那家服装店上班，老板娘姓周，你们要是不信，随时可以去看看。中午我请你们吃面。不用，信你。我婆婆年纪大了，有时候记性不好，说不清我在哪儿上班，这不怪她。以后婶们有什么想问的，直接问我就行，省得传错了话，对赵家名声也不好。您说是吧？小，你放心，我们知道你不是那种人。谢谢婶们。对了，店里新到了几款布料，花色好，价钱公道，婶们要是有喜欢的，跟我说，我帮你们留。那你帮我留2尺，我也要。小这孩子能干又懂事儿，桂兰有福气，可不是吗？之前也不知道谁传那些闲话，我看就是眼红。小，你婆婆那脾气你受得了？大妈，我婆婆不坏，她就是好面子，面子给足了，她比谁都好。妈，嫂子在村里到处说你好话，说你不坏，就是好面子，村里人现在都向着她说话。她倒是会做人。妈，你不是说嫂子1个月只留20块吗？咱把针线锁起来，看她用什么干活。小啊，你那20块以后不用自己买针线了，我把针线锁柜子里了，你要用找我要。行，那以后国强和小梅的扣子掉了，裤子开了线，都来找妈缝。妈，缝衣服这种事儿总不能让我空手干吧？没有针线，我也没法干活，您说是不是？妈，你把针线锁了，小怎么干活？拿去吧。谢谢妈。妈，你又给他钥匙了？他在村里装好人，收布料，不就是想收买人心？我倒要看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。我先把他的假面目撕下来，看他怎么在村里做人。桂兰，来坐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那媳妇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在你们面前装好人，在家里可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上个月发工资320，自己留了20，剩下全交给我了。20块呀，够干什么的？你说他是不是藏私房钱了？桂兰，你这话我可不爱听。你儿媳妇1个月才留20，你闺女1个月零花钱多少？我上次还看见小梅在镇上买新衣裳，1件50多。就是你家小在村里帮我们带布料，比镇上便宜5毛，1分钱不赚我们的。人家图什么？图你赵家名声好，人家就是想好好过日子。你们都被他骗了。桂兰，我问你，你当年嫁过来，你婆婆1个月给你留多少零花钱？听说1分不给。你现在好歹还给你儿媳妇留20，比当年你婆婆强多了。这人啊，好日子过多了，不知道惜福。
妈，今天去村口了？去了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听刘大婶说您在村口聊起我了，说我自己留了20块，怀疑我藏私房钱。我就是说了，怎么了？你一个月挣320，留20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只交了300？妈，我每个月工资条在老板娘那里存着呢。您要是不信，明天我跟您去镇上，让老板娘拿给您看。320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交您手里300，我留20。您要是觉得我留多了，那明天开始我一分不留，中午饿着肚子干活。到时候别人问起来，我就说我妈说了，家里穷，管不起我这顿饭。嫂子，你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小梅，你下个月不也要去镇上打工吗？到时候你发了工资，一分不留，全交给妈。中午饿着肚子干活，你乐意？行了行了，吃饭。大舅妈、二姨、三婶来了，这就是国强媳妇儿，长得真俊。听说在镇上上班，一个月挣不少吧？挣不了几个钱，初中毕业能找到班上就不错了。二姨，我妈说的对，确实挣不多，不过够给我妈买件新衣服了。妈，您看您身上这件都洗得发白了，我下个月发了工资，带您去镇上挑一件。小，你在镇上一个月到底挣多少？给我们透个底儿，我们又不跟你借。工资不多，够花。不过有个事儿，我挺不好意思的。上月发了工资，我说留20买针线，妈还跟我急了。20就留20，可不是吗？后来国强帮着说话，妈才同意。其实妈也是心疼我，怕我乱花钱，您说是不是，妈？那是。桂兰，你当年嫁过来的时候，你婆婆给你留零花钱了吗？二姨，我妈跟我可不一样，她当年婆婆一分不给，她也没说什么。我妈是吃过苦的人，所以对我严格，我理解，她这是为我好。小啊，你什么学历？初中毕业。人家老板不嫌你学历低，他能有什么学历？能嫁到我们家，就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了。妈，学历这事儿吧，我确实不如国强。不过妈，我听说您当年嫁过来的时候，小学都没毕业，老爷是村支书，给您安排的工作。那时候有老爷帮衬，您日子过得顺畅。我没那福气，只能自己挣。不过妈，您放心，我虽然学历不高，但手艺学得快。老板娘说了，再干半年就让我带徒弟，工资还要涨。小梅也不小了吧？有对象了吗？定了，隔壁村开小超市的孙大勇，家里3间大瓦房，新盖的，彩礼6万6，嫁妆准备了，那肯定不能少。小梅出嫁，嫁妆不比别人差。妈说的对，小梅的嫁衣我都包了，面料选好的，手工我亲自做，省下来的钱，妈给小梅多添2床被子，在婆家也体面。桂兰，你这婶媳妇找得好，又上班又做衣裳，你省老心了。你刚才在亲戚面前什么意思？妈，我说什么？您买衣服您不高兴，我说您当年婆婆不给零花钱，您委屈，我说给小梅做嫁衣省钱，您不愿意。你少跟我装，你就是故意让我在亲戚面前下不来台。妈，那您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挣不了几个钱是什么意思？您想让我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？您当着亲戚的面说我学历低，说我能嫁到赵家是修来的福气，您是想让我感恩戴德，还是想让亲戚觉得您儿子娶了个没用的媳妇？您疼小梅，想让小梅嫁得好，这我理解。但您不能踩着我给小梅垫脚，我是您儿媳妇，不是您仇人。您在现在村口跟婶们说我藏私房钱，婶们怎么回的？他们说您不知足。您在亲戚面前贬我，亲戚们怎么看的？他们只会说赵家婆婆刻薄，不会说我这个儿媳妇不好。妈，我不是非要跟您争高低，我只是想让您知道，我嫁进赵家是想好好过日子的。您对我好，我加倍对您好。您要是一直这样，那咱家的日子怕是过不好。妈，小梅的嫁衣我还做，您要是信不过我，您另请裁缝，我等您一句话。妈，小说的有道理，您别太过分了。你也向着他。小，我妈那个人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我不是跟她一般见识，我是让她知道我也是有底线的人。那你以后给她留点面子。我留了。今天在亲戚面前，我哪句话没给她面子？她要是不踩我，我不会还嘴。国强，我不是不讲理的人。你妈要是把我当一家人，我什么都好说。她要是一直把我当外人，那也别怪我不客气。嫂子那话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她不就是仗着在镇上上班能挣钱吗？我倒要看看她能得意到什么时候。小梅，等你嫁了人，你也要硬气起来，别让婆家拿捏住。
妈，您怎么来了？嫁过来快1年了，你瘦了。亲家母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想跟你说道。你家林小嫁过来，彩礼我们可是给了2万8，虽说不多，但在村里也算是体面了。可陪嫁呢，就几床被子，一个柜子。村里人问起来，我脸上都挂不住。桂兰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彩礼2万8，我们收了1万，退了1万8，那1万8在你手里，你给小梅攒着也好，自己留着也好，我们没过问。可我们陪嫁的被褥、柜子都是新做的、新打的，一样没少，就那几床被子，那也叫陪嫁。妈，你们都别说了。妈，我问您一句，您当年嫁过来陪嫁了什么？我听奶奶说过，您嫁过来就带了2只木箱和一套粗被褥。那您现在说我的陪嫁寒碜，是不是在说您自己当年也寒碜？桂兰，你看清楚了。这1万块是你们给的2万8彩礼里，我们收下的那1万，我们1分没花，全给小存着。小说等他以后开店用，这是本钱。妈，妈不是没钱给陪嫁，柜子是实木打的，被褥是新棉花絮的，一样没省。你婆婆当初说减半就行，我们依了她，可现在她倒打一耙。桂兰，你摸着良心说，我们哪里亏待你了？妈，我在门口都听到了。妈，这事儿是您不对，彩礼的事儿都过去多久了？您翻什么旧账？你懂什么？村里人都笑话没陪嫁。妈，村里人笑不笑，不在陪嫁多少，在日子过得好不好。桂兰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就这一个闺女，她过得好，我什么都不说。你要是再欺负她，我这个当妈的可不能看着。妈，这事儿是您不对，您跟岳母道个歉。你让我给她道歉。桂兰，我不要你道歉，我只要你以后对我闺女好一点。她嫁到你们家不是来受气的。亲家母，刚才是我说话不好听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妈，这钱您留着，我自己能挣。小，这钱既然是给你的陪嫁，就该归你管，存折你收好，以后开店用。小，你婆婆不好相处，你多忍忍，实在不行就回来。妈，您放心，她不是坏人，就是好面子，我有分寸。那存折您收好，以后我用钱再跟您借。小，那存折的事儿我不知道。没事儿，妈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。你妈今天来是不是觉得我亏待你了？妈，我妈不是那个意思，她就是心疼我。您也有闺女，小梅嫁出去，您不也心疼？以后你妈来，别让她空手回去。我明天去镇上买点东西，你给她带过。谢谢妈。小，以后我妈要是再提这茬，你就把存折拿出来，看她还有什么话说。不用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这钱不动，以后开店当本钱。你真要开店？我不会一辈子给别人打工。我支持你。你先把你妈搞定了再说。妈，我要穿婚纱，镇上婚纱店那种白色的拖地的。那玩意儿租一套3天200块，定做要800，疯了吧？那怎么办？人家都穿就我不穿，孙家的人怎么看我？那就租，不就200块吗？妈，租的多少人穿过，脏不脏啊？我要嫂子做，她不是在那服装店干了大半年了吗？她会做婚纱？店里老板娘都夸她手艺好，上次给刘大婶改的那件棉袄穿出去，人家还以为新买的。商量什么呢？嫂子，你会做婚纱吗？这款能，面料用蕾丝，裙摆做3层。收腰，领口缀珍珠扣，做出来比画上的还好看。真的？你行不行啊？妈，您算笔账，镇上定做一套800，面料还不是最好的。我去店里拿员工价，好面料60块1米，一套婚纱面料钱不到300，手工费我分文不取，省下来的500块，您给小梅多添2床好被子，在婆家也体面。嫂子，你做，我就要你做的。行，但你得配合我量尺寸。那你做坏了可不行。站好了，别动。小梅，你站好了，我量不准，做出来不合，穿在你身上不好看，别人笑话的可不是我。你看什么啊？我在算用多少布料，你这尺寸用料要多一些，不过没关系，婚纱本来就是蓬的，看不出来。我不做了。走什么走？过来挑布料。这是店里最好的婚纱料子，象牙白显皮肤白，蕾丝洋气，香槟色贵气，你挑。这块儿多少钱？妈，店里卖120一米，我拿员工价60，一套婚纱下来面料钱不到300，300面料钱比800定做省了500，行，就这块。谢谢嫂子。想看看？嫂子，这真是你做的啊？店里布料，店里机器，老板娘教的。你看这个收腰，我根据你的尺寸量的，你腰不粗就是胯宽 ，A 字裙摆正好遮住。谁胯宽了？等做好了，你穿上试试，不合适我改，别不好意思说。哎呦喂，这比镇上婚纱店挂的还好看。小，你这手艺绝了，这料子也好，真软和。小梅，你嫂子对你真好，一辈子穿一次，你嫂子花了多少心血，你以后可得记着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是啊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桂兰今天穿的比新娘子还红啊，可不是吗？她儿媳妇结婚时她就穿这身，闺女结婚还穿这身，亲家母这身真好看。您儿子在娶媳妇的时候还穿这身。大勇他妈，你这亲家母怎么回事？闺女结婚她穿大红，这不是抢风头吗？桂兰，你这身真好看。等你闺女以后生了孩子，办满月酒，你还穿这身啊？赵国强一辈子个好面子，这回面子丢大了，可不是吗？穿大红抢儿媳妇风头不够，连闺女的风头也抢。妈，你知不知道那天孙家的人怎么说的？说我婆婆的脸色难看了一整天，说她背地里问我妈是不是故意给我难堪。
谁说的？我找他去。嫂子结婚的时候你穿大红，我结婚的时候你还穿大红，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配当新娘子？哟，大忙人还知道家门朝哪开？这衣服啊，有的人洗得再干净，心不干净也白搭，人家心里有数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桂兰来了，你来的正好，小舅带了几块新料子，你看看这块，给老头儿做件棉袄正好。他也就这点本事了，拿店里样品来收买人心。你这话说的，小帮我们带料子，又便宜又好，我们乐意。你怎么说的好像他做什么都是错的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桂兰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那儿媳妇儿嫁过来快1年了，你说人家哪点做的不好？上班挣钱，回家干活，给你闺女做婚纱，村里人谁不夸？你倒好，3天2头找茬，不怕别人笑话。谁找茬了？你就是好面子。你当年被你婆婆压怕了，现在就想压儿媳妇，可你压错了对象。你这个儿媳妇不是那种任人拿捏的人，你再闹下去，把人家闹走了，你儿子打光棍你就高兴了。妈，吃饭了。我去看看。不吃了，头疼。妈，你发烧了。妈，先把药吃了。不吃，你管我干什么？你不是巴不得我病吗？药在这儿，水在这儿，您什么时候想吃自己拿。妈，姜汤，趁热喝，发发汗就好了。小，我妈那个人就是嘴硬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。你干嘛去？我去镇上买条鱼，晚上给她熬鱼汤。妈，喝碗鱼汤。我不喝，你拿走。妈，您不喝，我就把这碗倒给院里的猫。您烧了1天1夜，不吃药不喝汤，病好不了。您要是想多难受几天，我不拦着。妈，吃药。小，你去歇歇。你明天还要下地，回去睡。她比刚嫁过来的时候瘦了。嫁过来那年生病，婆婆别说喂药，连口热水都不给倒。我那时候想，等自己当了婆婆，一定不对儿媳妇这样。可我当了婆婆，比当年我的婆婆还过分，我对不住她。妈，您感觉怎么样？好了，你回去睡吧，不用你管。妈，我熬了粥，您待会儿吃点，药在桌上，吃完早饭再吃一次。还行，以前婆婆只会说难吃，从没说过还行。林小洗的还凑合。这是妈第一次给小正面骗价。小，你做的那个婚纱，小梅穿出去，孙家那边亲戚做衣裳都夸好看，是吗？小梅昨天打电话说的，我看你天天给缝这个缝那个，针线用的费，下个月多留10块吧。小，多吃点补身体。谢谢妈，你也多吃，你俩都得多吃。妈，你今天咋了？小啊，你们结婚也快1年了，村里跟你同年的人家孩子都满炕爬了，你俩是不是也该要个孩子了？妈，我现在在上班，店里忙，老板娘离不开我。等过2年，我在镇上站稳了，再考虑孩子的事儿。过2年，你都快24了，再过2年就是高龄产儿妇。你看看人家刘大婶的儿媳妇，比你晚结婚3个月，肚子都7个月了，人家婆婆天天抱孙子，我连个影子都没见着。妈，小说的对，她刚上班不稳定。你闭嘴！你们男人懂什么？生孩子是女人的事儿。妈，您说的对，生孩子是女人的事儿，可养孩子是全家的事儿。我现在1个月挣320，交给您300，自己留20。生了孩子，奶粉钱、尿布钱、看病钱谁来出？您要是现在催我生，那生下来你带你养，我继续上班挣钱，行不行？我带就我带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娘说，我怀孕了，干不了重活，工资减半，您每个月从我工资里扣150，剩下的您看着。那怎么行？你那点工资减半还够干什么的？所以妈，等我在店里干出头了，工资涨了，再要孩子也不迟，您说呢？妈，这是什么？补身体的，我看你瘦，给你熬的。妈，您不说实话我不喝。就是助孕的，老中医开的不伤身。妈，我身体没毛病，要是真有毛病得去医院查，不是喝偏方就能好的。您要是担心，改天我请假，咱俩去县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没事儿，您就别折腾了，行吗？听说赵家那媳妇儿不能生，所以才一直拖着。可不是嘛？有人说她在镇上跟别的男人不清不楚。婶儿，我听说您在背后说我闲话，我没说。您要是真关心我，要是想嚼舌头，您嚼别人的，别嚼我的，因为我这人记性好。我要是哪天去镇上报个案，说有人在村里造谣诽谤，您猜会不会来？小，我没说，真没说。隔壁村老李家的儿媳妇比小孩晚嫁2个月，人家都怀上了。妈，您能不能别天天说这个？小身体没问题，医生都说没事儿。您再催，我跟小搬出去住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您再催，我们就搬出去住。妈，国强不是那个意思，他是心疼我您天天为这事儿操心，睡不好吃不下，他也难受。您给我们1年时间，1年后要是还没动静，我主动去医院查，您说怎么治就怎么治，行吗？1年，那行1年。小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但你得说话算话，以后多帮我挡着。你妈今天答应1年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你真打算1年后去查？我有分寸，1年后再说1年后的话。我是不想浪费，到了怪可惜的。你天天加班，衣服挂在外面被雨淋了，还不得我管？辛苦妈了。累不累？还行。我问也是白问，你又不听。
妈，我在婆家受气了。怎么了？大勇欺负你了？不是大勇，是我那妯娌大勇弟弟的媳妇儿，看我的婚纱好看，他就说他也想要，让我帮他跟嫂子说。我说行，结果他嫌面料贵，嫌工厂东拉西扯的，说了半天，最后说我是故意帮他介绍贵的。他嫌贵，就让他去找别人做，镇上婚纱店800一套，他出得起就去。说我帮娘家揽活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小梅，你听嫂子说，你这个妯娌就是眼红你的婚纱好看，她越闹你越要高兴，别人只会说她小心眼，不会说你的不是。她说什么你都笑，她说她的你过你的，过不了多久她就没劲了。你说小梅那个妯娌这么欺负人，咱不能这样算了。要不我给小梅做几床好被子送过去，让她在婆家也有面子。妈，您送被子，人家会说小梅回娘家搬救兵。不如这样，过年的时候您和小梅一起回孙家拜年，您穿的体面点，但不是抢风头那种。您对小梅好，孙家的人看在眼里，自然就知道小梅有娘家撑腰。我给您做件新棉袄，藏纶色的，不扎眼，但料子好。小梅穿我这件新做的中式棉袄，母女俩一身一起站在一起好看。你还有空做？挤时间就有了。小梅的事儿不能耽搁。行，你天天这么忙，不累？累，但挣钱哪有不累的？你一个月给自己留20够吗？够了，我有手艺，以后不在这家干了，自己也能开店。你要自己开店？以后的事儿说不准，先把手艺练好了再说。做这么多吃不完，小辛苦了。应该的。多吃点儿，都瘦了。你妈那边过年去过了吗？初2回门，国强说好了跟我一起去。应该的，给她准备了烟酒，以后初2回门，让国强跟你一起回。不用问我了。亲家大娘，哎，来了。嫂子，你这手艺真厉害。小梅的婚纱是你做的吧？真好看。嫂子，我也想请你帮我做一件，我下个月要参加同学婚礼，想穿得体一点。行，面料你自己买，手工费100。小梅的不是没收手工费吗？小梅是我小姑子，自家人不收钱。你是小梅的妯娌，我按店里价格收，已经是最优惠了。你要是嫌贵，镇上婚纱店租一套3天200也好看。那我买面料，你帮我做。行，面料你自己看好，拿来我帮你裁，工期2周，等得了吗？等得了。嫂子，你真收他钱？不收钱他下次还来，收了钱他才知道东西值钱。你这个妯娌不是省油的灯，我要是免费给他做，他回头在外面说我的不值钱。你今天收那个李红的钱，会不会得罪小梅？妈，不会，小梅心里明白。那就好。这是你奶奶传给我的，我本来想给小梅的，现在想想给你。妈，谢谢您。小，我妈给你的镯子是奶奶传给她的，她连小梅都没给。我知道。她是真的认你了。她认不认我，我都得干活。这件棉袄后天就要，别说话了。喂？妈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小梅怀孕了，我要当姥姥了。妈，您这话说了8遍了。我要当姥姥了。妈，您坐下来，别激动。我得给小梅打个电话，问问她想吃什么。妈，您刚打完，让人家歇会儿。小，你说我给小梅准备点什么？小孩子的衣服、尿布、小被子。妈，这些东西我来做，店里布料现成的，我做起来快。你做？你店里那么忙？挤时间就有了。外甥的东西，我这个当舅妈的还能不做？小，你总是替别人着想。一家人应该的。那我去照顾小梅月子，你一个人忙得过来？您去，家里的事儿我担着。那感情好。亲家大娘好，嫂子好。嫂子，我那件衣裳做好了没？在屋里挂着呢，你自己去看。嫂子，这真是给我做的？你面料送过来，我照着你的尺寸做的。多少钱？说好了100。嫂子，多20是给你的辛苦钱，以后我找你做。下次提前说，工期排满了不一定接。妈，婆婆寿礼咱备啥？别乱买，咱寻思个体面的。妈，您别送礼，您送一件我做的衣裳，让孙家的人知道，小梅的娘家不但有人，还有手艺。这母女俩穿的真好看，那棉袄是谁做的？针脚真细。这是亲家母的儿媳妇给我做的，你上次不是也做了一件吗？也是我嫂子做的。小，我以前对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穿大红抢你风头，不让国强跟你回门，让你洗全家的衣服，还到处说你坏话。我现在想想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。妈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。你不记恨？您是我婆婆，国强是我丈夫，这个家我总得待下去。您对我好，我就对您好；您对我不好，我有本事让您对我好，这不就行了？妈，对不起你。妈，别说这些了，我去做饭，国强该回来了。
我这辈子总算没白活。坐下。这只戒指是我妈给我的，现在给你。妈，这太贵重了，贵重的东西要给值得的人。娘，您看到了吗？您当年受的苦，我没让我儿媳妇受。我家那媳妇儿1个月给我买1件衣裳，上次还给我买了双皮鞋，真皮的。我家媳妇儿更孝顺，知道我爱吃鱼，3天2头买，还帮我把冬天的棉袄都拆洗了。桂兰，你家小呢？给你买啥了？他忙也得孝顺啊！你看我家媳妇儿，就是钱挣再多，不孝顺有什么用？妈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妈，明天我请半天假。请假干嘛？你买这些干什么？妈，这是给您的。给我？刘大婶说她儿媳妇给她买皮鞋，你也有，而且我这双比她那鞋好，羊皮的。您明天穿上，让婶们也看看。花这钱干什么？孝顺您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儿媳妇儿又给我买了件羽绒服，好几百呢。我儿媳妇儿给我织了件毛衣，你看看这针脚。看我儿媳妇儿给我买的皮鞋，羊皮的，羊毛衫，纯羊毛的。你家小在镇上上班，挣得多，当然买得起。可不是嘛？他说了，等我过生日还要给我买金镯子呢。你家小确实能干，那是我儿媳妇能干又孝顺。小，今天谢谢你给我买那些东西。妈，您是我婆婆，我对您好不是应该的吗？过去的事儿不提了，以后村里人再拿别人家儿媳妇跟您比，您就比回去。老了，倒会打扮了。桂兰，你这件衣裳真好看，哪儿买的？我儿媳妇儿在镇上给我买的，羊绒的。你儿媳妇真孝顺。小，这批料子放哪儿？靠窗那排架子，亮色的放上面，素色的放下面。老板娘，这件旗袍能试吗？这是我外孙女，你看这眼睛，像她舅妈。桂兰，你现在怎么不跟儿媳妇吵架了？吵什么吵？我儿媳妇能干又孝顺，我吵架那不是不识好歹吗？你现在倒想通了，早想通了。有这个儿媳妇是我的福气。嫂子，我也想开个服装店，你看行不行？行啊。你有手艺吗？我可以学，学了再开。没手艺，开了也做不长。嫂子，你是不是怕我抢你生意？李红，镇上有3家服装店，我都不怕，我为什么要怕你？你要是真想干，我教你。但你要是不想吃苦，趁早别干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对，我要订20件旗袍，1个月交货，能做吗？什么款式，什么面料，尺寸怎么量？这个款式，面料我用你们的，尺寸我派人来量。1个月能交货，但定金要1半。行，明天我让人送面料过来，尺寸也一起带来。妈，您歇会儿。不歇，我闺女接了这么大的活，我能让她一个人忙？妈，您现在跟我媳妇儿比跟我还亲。你懂什么？这个家是你媳妇儿撑起来的。做工精细，比省城的大店都好。下次还找你们，谢谢，有需要随时联系。小，你以后是不是要当大老板了？当什么大老板？能糊口就行。你这手艺，省城都夸，以后肯定能做大。那就借妈吉言。嫂子，我想跟你学做衣服，学这个干嘛？你在婆家不是挺好吗？我想自己挣点钱，省得婆婆说我白吃白住。行，但你得吃苦。我不怕吃苦。那从明天开始，你上午来店里，我教你基础针法。嫂子，谢谢你。桂兰，你那件大红架子呢？怎么不穿了？那是娶儿媳妇嫁闺女穿的，平时穿不合适。你现在倒是会说话了。以前不懂事儿，现在懂了。这件衣裳你留着，以后有用。妈，您不穿了？不穿了，这辈子穿过1次就够了。
小，明年开春你教小梅也学学做衣服，她不能一辈子靠别人。好，嫂子，谢谢你。